大家好今天会跟大家分享飞牛上如何用迅雷离线下载我们喜欢的这种影视资源，然后跟我们飞牛的影视进行对接。那在网上呢，可能千篇一律讲的迅雷都是在这个应用中心这边下载。那这边下载呢，有好有坏吧，待会儿我会去讲。我们是不采用这种方式，我们用更加讲究技巧的、讲究技术的方式来给大家做这期节目，就跟其他的不一样。我们也不是为了不一样而不一样。飞牛系统这边 SSH 点开，默认端口22启用。今天还是用传统的 SSH 工具去连接飞牛，创建一个新的，就是我们飞牛内网的一个 IP 这样的一个备注。下面默认端口22，飞牛的用户名，飞牛的密码，点击连接就连接成功了。目前是普通用户，那我们需要提权一下，需要打 sudo -i， 我们再输入一下密码，变成井号，变成 root 了，那我们就是最高权限了。你再到科技 lan.sh 这个网站一键脚本，更骚操作一点的解决方案。然后我们直接选择11，迅雷直接选择77，这边呢点击1进行安装。那我们优势就是我们可以不用飞牛给我们提供的固定端口，我们可以自己定义8088。用户名这个是为了我们未来做外网访问做了一道安全防护，飞牛给我们提供的呢就是不带密码保护的用户名密码，你就记好。我们回车，下一步它就去拉取镜像进行安装。如果你镜像拉取不下来，点开 Docker 镜像仓库，选择设置，选择加速源，把它的这个位置调整一下，在这个地方点击添加，点击保存重启。我们只要记住这个8088这个端口就行了。好，8088这边呢，我们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我们刚才设定的 OK 了，这样呢我们就进来了，把它保存一下。这块呢，你可以下载手机的迅雷 App， 也可以直接用手机登录发验证码来做验证。我这边就登录一下，我们就用手机登录的方式就已经登到我们 NAS 版的迅雷上了。邀请码的话，如果大家是新账户登录迅雷这个网页的话，它会让你填一个邀请码，迅雷牛通，添加那个磁力链接。我一般会在英范斯这边下你根据你的磁盘大小，你自己去下清晰度的、高清的还是什么的。这边呢，它是有大小的，你右键这个，然后复制这个，回到你的迅雷这样的。点下一步进行下载，这个就跟你在 Windows 上那个迅雷很像了，它这个交互体验就更简洁，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广告之类的。好了，这边呢我们就能看到它的一个下载速度还是比较快的，12兆每秒的。我家是100兆的带宽，所以基本上迅雷下载东西要比全球市面上见到的下载都要快，一骑绝尘。你拿 QB 你肯定下不了这种速度。它这边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直接回到飞牛这边来进行设置，去下载飞牛这边的影视。官方的这种方式集成的还是比较不错的。这边选存储空间，点下一步，再下一步。好，这样影视就安装好了，桌面上会有一个图标。我们先不急着进入，我们先到这个已安装这边来，这边选择应用设置。我们要添加一个文件夹，选择这个 Docker 脚本，就是你装完这个迅雷也好，装完任何的应用市场的 Docker 项目它都会在这边创建一个 Docker。点开这个迅雷，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的迅雷，这些完全都不需要你自己去定义的这个全都是脚本帮你定义好了。我看很多市面上的一些教程呢，都是让你自己去定义我们那个 Docker 命令，然后去设定路径，这个的话就是非常简洁了确定。只需要做一次飞牛影视的挂载就可以了，点击保存，打开飞牛的影视，开始使用，跟你的飞牛总账号进行一个授权关系，它关联的是你的飞牛 NAS 的管理员账号。这一块呢，你可以给你的影视站起个名字。我们点击下一步，我们现在是没有资源库的，你把这个点开，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混合模式，你也可以改成任何的，这边添加就把我们迅雷的添加进来了，因为刚才我们做过关联，直接点击下一步。如果下载好的迅雷资源都直接会同步在这边，这边有一个已经下好的，我们直接可以点击播放了，是可以调画质的啊。那下好一个，它就会自动去帮你做这个封面啊，自动帮你把这些信息全部填写，这是我觉得非常好的。即使你的资源名各种奇奇怪怪，它都能帮你识别的比较准确。之前看过的一个进度，这只是打通了你局域网内的一个情况。了解我的小伙伴都知道，我们一定是让它进入到公网。你在任何地方都能访问家里的高清的影视资源 ，VPS 来做我们的内网穿透中转。我们主推徕卡云这边的云服务器，选择秒杀限时，每个月都会有相对应的活动。这个月可能还没有新活动，它的很多机型都已经售光了，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着重看一下它美国的大带宽的机器啊，如果我们想做内网穿透的话，建议大家的带宽都在50M 以上，大带宽的 VPS 来去体验内网穿透会非常好。而且建议大家使用海外的云服务器，因为海外云服务器我们能把它反向代理成域名，然后我们通过域名的方式来进行访问，会更加安全可靠。都运行科技蓝的一个脚本，我们这边呢是飞牛，这边是徕卡云。我们需要在徕卡云这边去装 FRP11，你可以55这样选择安装。它就已经装好了，这个是我们的 IP 和我们的 token 都会在飞牛这边用。我们飞牛同样也是56，客户端选择1进行安装。这时候呢，我们就输入粘贴进来 token 粘贴进来回车，这样的话两台机器呢就连接上了啊，就这么简单。市面上讲的 FRP 呢，大多部分都比我们今天提供的这个方案要难得多。而且需要你自己去配置。出现这种状态呢，就表明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个内网服务了。5566先公布到公网，然后我们再把迅雷8088也公布到公网。这个服务就是飞牛 Web， 这个是本机飞牛本机，我们就回车啊，5666这边改成5667，这个随你5668都可以。好，我们点击下一步，这样就添加好了一个。别急，我们再添加一个迅雷，再回车，我们是8088迅雷的端口，外头呢我们也是8088也可以啊。这两个都创建好以后，我们在徕卡云这边回车，你就会发现这两个已经过来了。我们访问一下看看行不行。先访问飞牛的5668。徕卡云的 VPS 的 IP 访问到5668就能访问到家里的飞牛。那我把这块改成8088，然后呢就可以看到家里下载好的这些内容了。这还没完，这才刚刚开始。我们接下来需要去购买域名，我们需要在导航点科技蓝点 Pro 这边选择这个 Gname 域名，你注册一个账号，他家就可以进行一个购买。我们这边可以选择中文，对应后缀的域名的优惠。现在已经有域名了，我一般是会托管到 Cloudflare 这边，这个是一个域名托管商。好，那我们这边随便给他找一个域名 SSL-TLS， 先把这个确认一下是不是完全严格。如果不是，点击配置，然后如果是的话，你就选择 DNS 记录，我们添加一条记录啊，飞牛，这个是我们的完整域名。徕卡云选择5，点击下一步，把这个 IP 复制到这边来，开启小云朵，点击下一步啊，开启小云朵的话会隐藏你的原站 IP 啊，这个是稍微保险一点。你也可以不开，如果你的小机的速度足够快的话，我建议是不开的。速度比较慢，那你就拿 Cloudflare 代理一下，让它速度众生平等，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式。徕卡云的 IP， 点击下一步。那两个都已经好了，一个飞牛，一个迅雷，对不对？这是一个。我们反带这个5668填在这里面，回车，让它去先申请证书，给我们域名反向代理一下。
这个域名呢是自动续签的，不用太担心。来到了飞牛的控制面板，我们就能登录进来了。你在全球各地都可以去访问家里的影视站。之前飞牛影视的账户名密码，然后点击下一步进入。我们内网好像已经把这些影片全都下载下来了，样式做的还是非常好看的。我们点击播放 NAS 当中的影视资源了，然后我们可以去调整它这个画质。它这个片子的最高规格就是1080 3Mbps， 你可以用更高码率的去测试你家的上行带宽，还有服务器的上行带宽啊。但是你还一定要注意，小心运营商给你封号，看不了那么高清。你可以向下进行调整，调成 720P 的，你可以调整它的音频，它还可以带字幕。这边呢可以选择一个字幕进行下载。当然它这个拖拽肯定不能跟你的内网相提并论，但是看 4K 的 3Mbps 的画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拿手机在高铁上看 4K 的效果也是没有问题的。一定是你的上行带宽要足够，上传过来让服务器再分发给你，你再去接收。飞牛反带以后呢，那我们还要再反带迅雷啊，我们让迅雷也是通过域名方式来访问，对这样的一个域名，我们回车，那端口呢就是8088。在全球各地，你想看到有一些好的片子，你想往家里存啊，那你就直接拿迅雷这样的去下载，别有一番风味啊，尽在掌控的感觉。未来的话，应该我会探索这种像很多大佬的这种自动 PT 下载，跟大家再去分享。迅雷也出来了，域名访问有2个，一个是飞牛管理面板，迅雷我们分出来的。同样的道理，就是把它映射到公网啊，这样的你可以无限的去使用，你一个域名可以有 N 个前缀来去支撑你的服务。我们不再依赖任何的第三方的内网穿透服务来给我们做啊，我们都是原汁原味自己来搭建持久稳定的影视生态环境。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飞牛如何用迅雷下载，然后用飞牛影视承接，并且我们把这一套搬到了公网，然后用域名的方式全程接管。欢迎大家的收看，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欢迎一键3连给予支持，未来更有意思的更好玩的 Docker 项目、私有云部署都会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